大家早上好，我是妮娜米娅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妮娜米娅爱在多伦多。我是在湖上给大家做这一期节目。我老公在钓鱼，我就当一回鱼婆能上班之前能陪他钓会儿鱼，然后我也可以做我自己的节目，因为这里挺安静的，除了鸟儿吱吱喳喳的。我发现这里的鸟儿，晚上睡觉睡到4点多就起来了，然后就开始叽叽喳喳。我有天早上还把它们叽叽喳喳的声音给录下来了，因为这2天想上传我的一些影片，所以自己也比较紧张一些，晚上睡得不太好。然后小鸟就把我吵醒了，我就注意看了一下时间，4点以前呢还是很安静的，没有一只鸟在叫。但是4点以后呢，它们就开始醒了，它们是醒得挺早的。今天呢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有关我的在小时候很纠葛我的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大概发生在我8、9岁的时候，应该是10岁以前，8、9岁。我的妈妈有个同事或者朋友，他没有结婚，当时估计我8、9岁，他也有30岁出头了。知道在中国，30岁的话都是大龄剩女，尤其在那个年代啊，这是应该是80年代，70、80年代。就是觉得到结婚年龄没结婚的人好像都是大家都觉得挺奇怪的吧。当时呢我就很好奇嘛，问我妈妈，我说那个阿姨为什么没有孩子？妈妈很不耐烦，就说她没结婚怎么会有孩子？哇，我当时就想不通，我就想为什么没结婚就没有孩子呢？难道他肚子里住着一个仙人？我想象中那个仙人是拄着拐杖，白发苍苍的一个老头，一身仙气，对着肚里的孩子说：你妈妈结婚了，你现在有爸爸了，你可以出去了。可是奇怪的是，那个仙人后来去哪了？哎呀，这个事情反正是纠结了我好多年。还有另外一个让我也很纠结的问题，发生在我更小的时候，大概是我想是5、6岁吧，我可能刚上学，我是上学早一点儿。然后我想有可能是也不知道是学校或者是周围的家长啊，就说我们是猴子变的。然后我就想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不是猴子，我的姥姥呢也不是猴子，我跟姥姥生活在一起。还有我的太姥姥，我叫她祖，她跟我们也生活在一起，她也不是猴子。那谁是猴子呢？我实在是想不通。那个年代呢是唯物主义年代，大家也知道，我们只信马克思达尔文但是唯物主义给一个小孩造成了困扰，确实还蛮大的。我想呢，那个时候如果周围人都在信仰上帝，作为儿童的我会不会容易接受一些呢？说实话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信仰说实话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。我来加拿大的时候已是人到中年了，也好奇嘛，朋友邀请或者自己好奇去过几次教会或者是观音堂，也可能是因为那里有免费的食物或者是素餐，也去读一些圣经和佛经。说实话，我现在办公桌上还有一本佛经，有时候
没事的时候其实挺愿意看看的，但是大多呢，也就是很感兴趣，很难完全相信某一种理论。总的来说，我跟佛还是比较接近的。我其实很鼓励我儿子去有信仰。他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一直参加一个教会做义工，那就是在教会里做义工，对孩子，我发觉啊，对孩子的青春期的成长教育其实是很有好处的。我从来没有和孩子深入探讨过，因为信仰呢是一种个人隐私，但是我知道我的孩子是相信上帝的。他上大学后偶尔还会回去和当年牧师啊，还有他们的一些小伙伴们啊再聚一下，现在估计也很少聚了。但是我儿子他也没有去他也从来没有去真正参加过教会的礼拜，他现在也没有去过教堂，他的信仰只是在他的心里。我知道他的心里是有一个上帝的，这样就让我觉得很满足了。另外让我大跌眼镜的是，来加拿大后呢，周围人听说我什么信仰都没有，看我的那种眼神啊，和我当年我二姑告诉我在中国的时候，我二姑对我说她信教了，现在信耶稣了，现在去教会了，我当时看她的眼神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有个我在读书时的波兰小姑娘非常漂亮，她应该是天主教。她很惊奇地问我，如果你不信上帝，当你遇到困境险境，你说不说 My God？ 我想呢，我也确实说我的上帝呀，我不说我的上帝啊，我的天呀。那他就问我，那你这个 God 是谁呢？那你这个天是谁呢？没想过，我只知道不是那只猴子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为什么流浪远方。Don't eat. But I want to tell you something. I know you don't know. You know we are from monkeys. We are from monkeys.